日子，青春不曾放假，不同经历学习茁壮成长。有时眼泪要和笑容说话，吵闹对着温馨牵挂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感情的种子在年月里发芽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代价。今天看树上开满希望的花，明天甜美果子都挂满枝桠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我们要怎么比？比赛的规则很简单，谁能连续投进5球就是赢家。好，开始吧。你输了。算你厉害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输的人要做青蛙跳，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文胜，不要太过分啊！怎样？你心痛啊？愿赌服输。杜老师加油！老师加油！杜老师加油！杜老师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就对了。暗箭难防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想吓死我啊！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放心吧，是我送给你的。你看，怎么会送一只丑小鸭给我啊？别小看它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它是个非常有意义的礼物。怎么会想到跟文胜比赛投篮的？是他提出的。文胜是我们学校的投篮高手，
你是赢不了他的。以后别做这种傻事了。事在人为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赢得了他。就算你赢了他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跟我说，只要我赢他，他就会听我的。他是 3C 班的头号问题人物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收服他。喂，彦斌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学校，有没有看到施曼啊？他早就走了。哦，没事了，谢谢。先喝点水吧。谢啦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刚好经过，看到有个美女在烈日当空下打篮球，就好奇的多看一眼。没想到原来是你，你不热啊？废话，当然热啊！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打篮球啊？你每次都这么巧，刚好经过啊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耶。打篮球需要原因的吗？先休息一下吧。有一个学生向我挑战，只要我赢他，他就会听我的。我今天已经输给他了，我不能再输。原来是为了要比赛。只要我每天练习，总有一天一定能赢得了他。以你的球技，恐怕有点困难哦。你别看不起我，人是有无限的潜能，只要被激发出来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很好，我欣赏你的毅力，但是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不觉得这里练球很舒服吗？不用捡球，也不用日晒雨淋的。球框和篮球场的高度都不一样，就算我练得百发百中也没有用。你可以叫他来这里比赛的啊。不过我没有练过这个投篮机。那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第一次献给我？你说话可不可以正经一点？好，我们来比一场吧。怎么了？你怕输给我？谁怕谁？输了，你要请吃饭哦。谁请谁还不知道呢。开始了。不要心急，蓝光永远在那边，会不见的。这才你指定了。是吗？你刚才没手下留情吧？如果手下留情，就被打成平手啦。怎么看也看不出你的球技竟然跟我一样。烂是吗？我
可没说啊。这方法不错吧？方法是不错，不过花费太大了。刚才花了多少钱？我还你。不用了，那间游戏中心老板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可以给我免费的充值卡。你以后要来，跟我讲一声就行了。有你这种朋友也真倒霉，不但没捧场，还占他的便宜。讲钱的话就不算是好朋友了。你想要吃什么？都可以，不过先说明 AA 制。啊，原本还想叫你请的。志祥，你到底没有收到客人的钱？没有，经理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明明给了他50块，叫他结账。我不管，我要搜身。凭什么搜身啊？你是谁？我是他老师，我敢保证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既然这样，我只好报警喽。更好，不要冤枉无辜的人。不用怕。等一等，这地上有一张50块，是你的钱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学生绝对不会偷钱。对不起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副校长，请问你有时间吗？我想找你谈谈。如果是跟学校无关的事，那就免谈了。我是想跟你解释我跟校长的关系。你不是想告诉我你们是亲戚关系，他是你的舅舅吧？事实就是这样啊。我没有兴趣知道，你也不用向我解释。不是的，今天你一定要听我解释清楚。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搞到不愉快。是他叫你来找我谈的？不是的，我是看他最近好像很烦恼这件事，真的不忍心。看来你真的是很关心他哦。我当然关心他。我问你，你们两个是不是住在一起？他是不是每天载你上下班？是。那就是咯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们两个两情相悦，真心相爱，要全校的老师和同学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？副校长。副校长，我需要辅导。是你只是需要一对耳朵。哎呀，什么都好了，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。他们没有错，我是气，为什么要骗我，还要瞒着大家呢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，还找我解释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啊？发生什么事？他们是谁？不妨碍。哎，副校长，你话还没说完呢。就当我没来过啊。以前骑脚车15公里都没事啊，现在只要骑5分钟啊，我就有气没力了。据说体力和心情有关，如果心情好，自然就会睡得好，睡得好，体力自然充沛。那我的心情肯定没有你好啊。你眉头深锁，神情凝重的，到底在想什么？有吗？要不要说出来，让我分担一下？还不是为了副校长。副校长，他今天来找过我，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。真的？他说的是什么？他欲言又止的，跟你一样。不过好像也很烦。他烦，他这种叫自寻烦恼，没事找事烦，每天还给我脸色看。难道你们两个什么都没有？不用想太多。那副校长为什么给你脸色看？他怀疑我跟Angel， 那也是好事啊。怎么你也那么说啊？好了好了，帮我召集大家，今天我请吃饭。你们说，校长有什么事要跟我们宣布啊？应该是要宣布喜事吧？人家是老牛吃嫩草，我却在这里吃花生，真的是天理何在？原来你在跟校长争风吃醋啊？他以为请我吃一顿饭，就可以让我彻底死心，成全他们吗？我问你，如果你是 Angel 的话，你会选择年轻力壮的我，还是已经到了不惑自恋的校长？
校长单身了这么多年，难得找到真爱，我们应该祝福他。要我祝福他们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难道你希望校长孤独终老吗？副校长，你怎么也站在校长那边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我刚才去机场接 Angel 的妈妈，连脸我都带来。你说什么？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幸福了。你好好珍惜 Angel， 我有事先走了。我的话都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嗨，妈咪，这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。嗨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我是 Anita。Angel 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。是吗？坐吧。Hello。嗨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就很有爱心了。当初呢，她说要到亮星去教书的时候，我还担心会被学生欺负。后来呢，还是她舅舅再三的保证会好好的看着她，所以啊，我才放心。舅舅？是啊，你们的校长啊，周耀光，他是我弟弟。太好了！你怎么那么开心呢？我就说嘛，当初啊，有人告诉我你跟 Angel 谈恋爱，打死我都不相信。像你这么德高望重、品德高尚的人，怎么会吃嫩草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你。你看，哇！啊！天哪！该摘掉。哎，你们真的很过分哎！干嘛那么生气？难道你喜欢杜老师？喜欢杜老师啊！喜欢杜老师啊！是在片段一件事情放上网的。你说是就是哦。给我出来！喂！打！我这打了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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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打了一点了，我这打了一点。我正在前面。用力一点打脸了，打脸！用力一点打脸，打脸了，我是。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师姐，不要打了！你打够了没有？够了！为什么要打架？他把你的片段放上网啊！你要去哪里？你是不是要去跟主任投诉文胜？我相信文胜只是一时好玩，这件事交给我处理，我会找他谈一谈。你觉得对付这种学生，只是谈一谈有用吗？事情都还没查清楚，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做的？不是他还有谁？你有证据吗？都还没审判，你这么快就判他死刑，你根本就是对文胜有成见。随便你怎么说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校长说你不适合了。你太过急性子，好胜心又强，你只是一心想要说服文胜，我真的有点后悔你。你是后悔当初帮我把履历表交给校长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以为我是靠你才能进来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凭我自己的实力，不是因为你。如果你还是坚持要投诉，你不能只是举报文胜，是志强先动手打人，他也必须接受惩罚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你们两个还想要包庇学生？我刚才已经听到了，这件事我不会姑息的。训导主任，都是你啊！我都没想过要来投诉，我只是想向他讨教如何对付不听话的学生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看到你气冲冲的样子。哎呀！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茶以后我自己泡就行了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啊，上回你说的对，你是副校长，泡茶不是你的工作。都泡了这么多年，不泡还真不习惯。
就让我泡吧。也好啊。进来。国安，校长、副校长，什么事啊？志祥和文胜刚刚在学校打架，是志祥先动手的。怎么又是他们呢？没错，像这样的事件，今年就已经发生3次了。有没有人受伤？我刚刚见过他们2个，只是一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他们整天在学校惹是生非，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了。是应该给他们个教训的。你认为该怎么做？我建议2个都要记大过。记大过，他们会怕吗？会，因为文胜已经有2次大过的记录，加上这一次，应该是要被开除了。你是想杀一儆百？我不同意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已经2个大过了，这一次就给文胜一个小过，给志祥一个大过，毕竟是他先动手的。哎，可是校长，文胜就像计时炸弹一样，随时随地会被引爆的，我怕他会伤害更多的学生啊。你怎么那么想呢？如果让他改过自新的话，他就可以成为学生的典范，那意义跟影响力就更大了。志祥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为什么在这里洗衣服啊？天气又热，衣服又脏了，就冲个凉，顺便洗下衣服咯。哎，你受伤了？没事的，杜老师，小事。别冲太久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哦。杜老师。志祥，快点进来。怎么不换件干的衣服啊？没关系的，等下出去晒晒太阳，很快就干了。坐下，坐下，这样很容易感冒的。老师帮你涂药。哦。很痛吧？还好，习惯了。有什么事好好说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架，这是不对的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杜老师，他这么对你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生气吗？你这么肯定是文胜做的？这是他亲口承认的。听老师的，以后不要再打架了。有什么事直接来跟我说，让我来解决。嗯？啊。杜老师啊。什么事啊？没事了，谢谢你，杜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哦。怎样？想骂我？要骂就快点骂，我的巴下来了。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？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你看，又想收买人心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谁敢相信你？我什么时候说一套做一套？文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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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胜。杜老师，文胜平时不是大自然巴士的。
杜老师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去学校。都已经放学了，你回去学校干什么？明天见。哦。校长，杜老师，虽然我不赞同你的做法，但是我欣赏你这种不服输的精神。校长，不过你要公私分明，不要把情绪带回家，影响你的私人生活啊。你有没有教过不听劝的学生？当然有了，那你怎么处理？慢慢来比较快。慢是一门学问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不管多辛苦，我一定要将他驯服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慢慢来。好了，你继续练吧，不过不要待得太晚，我不容许我的老师上课迟到的。知道了，明天见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喂，让我猜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刚刚练完球，现在正准备去洗澡。你在我办公室里装了闭路电视是吗？聪明。你打给我就只是为了猜我在干嘛？我现在正在尝试新的软壳蟹烹调法，你愿意当白老鼠的话，欢迎你随时过来。我可能没有空。不用勉强，我知道你对我没什么感觉，只是对软壳蟹有好感。有空就过来吧。不是我在等你，是软壳蟹在等你。好，我尽量吧，拜拜。电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谁把门锁了？外面有没有人啊？开门啊！彦斌，彦斌，我在这里啊！彦斌，吴彦斌。老板，还不可以上菜吗？再等等吧。
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不要！你去死吧！救命啊！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你不是把我当成你学生吧？研究显示，当一个人情绪不佳时，如果有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，就可以减低患上忧郁症的可能性。只要睡个觉，明天醒来就没事了。真的不说？哦，原来你是用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来辅导学生的啊。有什么心事就尽管说出来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啦。今晚原本约了施曼吃饭，可是他没出现，也没接我电话。会不会是你追得太紧，吓跑人家了？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看到他？我们还起了争执。你别看他这样，他这个人还蛮固执的。他气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为什么连我电话都不接啊？这个我就无法回答你，你当面问他吧。怎么，送人家来学校还舍不得走？我一大早就到施曼家楼下等他了，过了时间都没看到他。你们刚才说的是杜斯曼吗？你认识他？我是思维，斯曼的弟弟。我姐昨晚一整晚都没回家，打电话也没人听。你姐是不是经常都不接电话的？不会啊，她迟回或不回家吃饭，都会打电话回来交代。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我进去看看。有没有看到杜老师啊？没有。有没有看到杜老师？没有。王德林，什么事啊？杜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你害的，假惺惺，走开呀！关我什么事？你心胸狭窄啊，公报私仇，把我锁在这里。我怎么会这么做？我昨晚明明看到你经过，我喊得那么大声，你怎么可能没听见？对不起啊，我有时真的听不到。吴彦斌，你给我记住啊！你害得我得跟蛇睡一晚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什么蛇？这条。假蛇也怕成这样。你没事就好了。没事才怪啊！被关了一个晚上，肚子饿得要命，还错过了软壳蟹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昨晚的软壳蟹被我煮坏了，幸亏你没吃到，就当做是减肥吧，下次还有机会的。都怪安格丽嘛，没查清楚就把门给锁上了。姐，以后拜托你啦，手机记得带在身边，爸妈担心的要命啊，害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觉。
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累死了啊！我先回去睡了，自己跟爸妈解释啊。杜老师啊，我看你也累了，要不你就跟你弟弟一起回去休息吧。我不能因为这样影响我的工作，我去上课了。你们两个慢慢聊吧，我也要去忙了。喂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斯曼说的好像是你害的？唉，看来我真的要去看医生了。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行李。早，坐下。你们今天的心情好像很不错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想跟老师分享？小何，你们在笑什么？没有什么啦。好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一一点名，告诉我今天谁缺席。老师，白志祥没有来。好。为了增加你们的书写能力，从今天起，你们每个星期都需要交周记。啊！只有多听、多看、多写，才能进步。以前都没有写过，怎么写？对呀。我不要求字数，你们可以写多少就写多少，最重要的是有写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养成书写的习惯。哎呀！好了，开始上课了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成语故事。有没有人听过三人成虎？我只听说过2只老虎。3个人怎么可能变成老虎？从前魏国有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，叫做庞聪。有一天，庞聪问魏王：“大王，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，你会相信吗？”魏王说：“哼，我不相信。”庞聪跟着又问：“如果2个人都这么说呢 ？”Jessie， 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。魏王也跟你一样啊，他迟疑了一下，再说：“那我就半信半疑。”庞聪跟着又问：“如果有第3个人告诉你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，你会相信吗？”大王说：“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那我就相信了。”老师，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含义？三人成虎是想告诉你们，无论对人或者是对事，都不能像大王一样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这么说，就信以为真，当成是事实。杜老师，只是1块布而已，你还怕成这样？你们又想去哪里？去喝水。我也是。你们不用走。杜老师，你去后面干什么？杜老师也是人，也有心情不好、想冷静的时候。志祥，杜老师，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上课？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？老师以为你生病了。有什么事尽管跟杜老师说，我会帮你的。杜老师，我想通了。想通什么啊？我想通，我不读书了。像我们这种人，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。再读下去的话，不是浪费时间，就是浪费金钱。不想读书，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都好，反正迟早都要出来工作，早点出来不是更好吗？只有继续读书，求取更高的学问，才可以摆脱困境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服务生啊？还是觉得当服务生一点前途都没有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继续求学，就不会画地自限，以后会有更多的选择，人生的路会更宽阔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相信只要我肯做，就一定不会饿死。志祥，我经理叫我了，不跟你说了。
站在外面讲话，这样多东西还不做。你找谁？请问文生在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他学校的辅导员，我是来做家访的。他们已经搬走了。那你知道他们搬去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不过他们好像在天天来菜档工作。你投篮那么准，有没有考虑过往篮球方面发展？你应该不是来这里看我丢包菜的吧？为什么搬家没有通知学校？你去过我家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每次搬家都要通知你们，我不是很忙。很久没有看到你爸爸了，他还好吧？我帮你。不用啦，这种工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。好，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喜欢杜老师？把杜老师出丑的影片删除掉，好吗？那些不是我拍的，也不是我放上网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相信你，不过告诉我，为什么要针对杜老师？我有给过他机会。是他自己说一套做一套，说我不见不散，却不守信用。那天你有出现，他是听同学们说你威胁小乐、杰西，不让他们来。他是以为你不会出现，才没有等你。我根本就没有威胁他们。可能是同学们误解了你吧。今天他还说什么伤人成武的故事，叫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。结果人家跟他说这只老虎是坏蛋，他就这样相信了。你回去跟他说，如果我是那只老虎，他就是那个笨蛋的大王。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，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更平静。都说我带你们音乐变换四季，
说你们给我最美丽的风景，世界太拥挤，但透过你们的眼睛。